天这支影片要来介绍的是一些澳门的景点，包括了澳门本岛啊，以及荡仔。我们第一站来到希望洋圣母眺望台。 爬了一点的小坡上去以后，就会看到主教山小堂。这边位在希望洋山，所以我们也叫做希望洋圣堂。建立于1622年，经历过了很多次的修缮跟扩建，才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。从这边眺望台可以看到澳门旅游塔跟跨海大桥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一些大楼群等等。 这一个澳门旅游塔是澳门著名的地标之一，可以买票上去它的观景台，然后里面有餐厅跟购物中心。另外还有一个体验是高空弹跳，然后有2种不同的玩法，一种是高飞跳，跳下去之后就会直接下坠，然后不会反弹；另外一种是笨猪跳，就是跳下去之后会反弹好几趟，然后最后慢慢的落地在那个安全气带 另外，你还可以挂着安全锁，走在观景台的外围高空步道，在那边的教练引导下，走在没有护栏的步道上。然后最刺激的是，你还可以挑战爬上旅游塔的最顶端，登上最高的地方。这边附近还有另外一些景点是走路就可以到的，像是妈阁庙跟郑家大屋。 接着这边一路走下去，下一个景点，这边的景点跟景点之间都是有巴士可以搭乘。如果你不想要走路的话，你也可以搭巴士，或是直接搭计程车。 这边来到的是亚婆井街，亚婆井在葡萄牙语内是山泉的意思。以前是澳门重要的水源所在地，所以传说是在明朝有一个老婆婆，然后她为了方便民众取水，在这边构筑了一个水池，然后亚婆就是老婆婆的意思。 所以大家都称呼那边的水池叫做亚婆井。前面这边是亚婆井前地，两旁都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南欧建筑。 继续往前走，左手边会来到郑家大屋，这边是昔日中国思想家郑观音的旧居，占地整个有4000多坪，属于规模非常大，然后装潢最豪华的一个大户住宅，是三合院式的大宅。大屋的主要建材料是青砖，然后屋顶是用那个中式屋顶，整个建筑的高度是依照使用的性质而有所不同。仆人房的话， 就是1层楼的高度，那主人房的话就有2层楼。这边采用中式建筑为主，配合西式风格装饰，也展现了中西合璧的特色。里面展出了一些建筑材料跟建筑特色，然后在屋顶和梁架结构、墙体彩绘以及泥塑浮雕的部分，都是根据传统的中式建筑手法。然后从室内的天花板的处理手法，还有门楣的样式等等，都可以感受到 一些西方的建筑风格。我们下一站来到大炮台回廊，从这边可以抵达大炮台的公园。搭电梯上2楼的话，就会来到一个观景台。我觉得这边可以不用特地跑过来，所以直接往另外一边的大炮台公园走就好了。 大炮台的历史是由耶稣会在1626年建成的，取名为圣保禄炮台。澳门当地的居民都直接叫它大炮台。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群的其中之一。然后在澳门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军事地位，是当时澳门防御系统的核心。这边就设有兵营啊、水池，还有军需库。这边之前是军事禁区，然后在1966年的时候解禁了，向民众开放成旅游景点。然后解禁之后就改建为澳门气象局，后来变成了现在的公园。旁边这个气象台大楼在 1998年的时候改建成现在的澳门博物馆，之后就可以前往在大炮台公园旁边的大38牌坊。大38牌坊的原名是圣保禄大教堂遗址，也是中国第一座巴洛克式建筑。然后大38里面的38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圣保禄的
葡萄牙文。这个建立于1580年，然后这边之前有经过火灾事件，之后后面的教堂部分都烧光了，也没有办法再重建，就只剩下前壁的遗址。然后又因为很像中国的传统牌坊，所以就被称为大三巴牌坊。在大三巴牌坊前面的商店街，可以一路走到议事亭前地。然后因为游客众多，就会聚集了一条很热闹的商店街，也聚集了很多商家，尤其是贩售手信的店家，一路上可以看到好几间。澳门这边的手信店大部分都是贩售饼类，像是肉干啊、花生糖、蛋挞等等。往前走会看到这边的建筑都保留了殖民时期的一个欧洲建筑风格。前面喷水池的地方就是议事亭前地了，这个是澳门4大广场之一，因为在以前的澳门议事会前面而得名。然后周围的建筑物都富有欧洲的特色，不少也被列入为文物保护，所以这边是不能随便改动它的建筑门面的。渔人码头也是澳门必去的景点之一，有一整条的商店街可以逛，包含了各种文创品牌或是连锁品牌等等，也会有一些餐厅，就像一条百货商店街。另外还有一座仿古罗马竞技场的古罗马表演场，另外有汇聚了像是葡萄牙、还有荷兰、非洲等等的风格建筑。接着来到荡仔的景点啊，我们会介绍2个地方。在进去关野街之前，有一间世纪咖啡，推荐先来这边可以买一个猪扒包。饮料的话，我会推荐香滑奶茶或是炭烧瓦包咖啡。接着就可以往关野街走啦，这边的人潮非常多，两侧都开满了店家。然后手信店跟饼店也是开的最多的店家之一。这边推荐买的是安德鲁饼店，他们家的蛋挞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，这边右转会看到大力来记猪扒包，这一间是有很多部落客推荐的店。然后巷弄里面也是这种彩色的欧风建筑，也有几间商店跟餐厅。我们回到刚才关野街后面的地方，继续往前走，可以前往龙环葡运建筑博物馆。这个是澳门八景之一。龙环就是指荡仔的旧城，葡运指的就是这里葡萄牙的建筑风韵，包括了马路边的多座葡式住宅，然后加摩教堂、公园等等。其中又以5座绿色的小型建筑最具代表性。这几座建筑在1921年落成，曾经是高级官员的官邸，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土生仆人住宅。经过彻底修复之后，政府把它改建成为博物馆区，在1999年底的时候开始对外开放。这5座建筑由西向东分别是葡运生活馆、会议廊、创会馆、风貌馆，还有最后一个是迎宾馆，结合特色展览啊、露天表演以及节庆活动等等展出。其中葡运生活馆是透过展示澳门的土生仆人的历史文化，还有一些家居摆设啊、图片等等，重现了澳门昔日土生仆人的生活场景。澳门这边有2个客运码头，分别是荡仔客运码头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外港客运码头。这2个码头都可以搭船前往香港啊、珠海、深圳、广东以及东苑等等地区。然后不只是票价非常便宜，来往的时间也都非常快速，很适合玩完澳门之后，可以再安排一些地方去旅游。下一集我们就要前往香港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